我一跳。你是在安慰我吗？安慰是一种同情。你是英雄，不需要同情。发什么愁呢？哎呀，门可罗雀呀，生意刚开张没多久，就差成这样，势头不妙啊！可不嘛，一大早被你这个活阎罗堵个正门，可不运气不好吗？生意都差成这样了，还有心思开玩笑呢？哎，你都知道了？你的外号啊，知道了。你不害怕吗？我害怕什么？我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。哎，对了，上次你说我不是老见外吗？那这次有个忙想让你帮一帮。先说好啊，取消赌约可不行。小气。我是想问你，第一，东京人是不是不爱喝点茶？第二，这条街为什么没有酒楼，没有食店？第三，前些日子是不是什么重要的节日？你就想问我这个？你拿我当什么人了？包打听啊？黄承思的探案缉拿，可比包打听强多了。哼。好狗不挡道，没长眼吗？于督导，是。顾千帆，别以为攀上萧家这根狗枝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报了这奇耻大辱。东京的街道都是以行当来分的。知道这条街为什么叫马行街吗？因为马贩、马市都云集在此。东京人从小就知道，药巷局里买生药，盘楼东头置买衣裳。如果想喝茶的话呢，就得去茶汤巷。怪不得，我说这条街这么热闹，又没有对家，开茶坊最合适不过。没想到东京人根本不习惯上这喝茶。这附近有一座观音院，你们刚开张的2天正值佛诞，所以香客众多。但是平日在这里出入的全部都是马商。我知道你们点茶需要碾冲挑磨，很费功夫。文人墨客还可以接受，但是东京的普通老百姓就不愿意这么喝。散茶嘛，又便宜又快，那才是他们的最爱。所以从一开始我就不赞成你做生意，并不是不相信你的茶艺。而是我觉得你做所有的决定都太过于匆忙，太着急了，好像马上就想证明什么似的。我可以对别人说没什么，不过就是摔了一跤，爬起来继续走。可是我骗不过我自己，我不甘心，老是想着做点什么去证明自己。可是心里面真的难受，那种感觉就像被撕碎了，再搅在一起一样，那种滋味，你不知道有多痛。我知道，我也被人背叛过。还记得在华清县那天晚上我去找你吗？在那之前，我刚被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出卖了。他因为要立功升官，把我出卖给了我的上司。我亲手杀了他。他断气的时候，难受吗？我出剑很快，他应该不会觉得痛。我是说他断气的时候你难受吗？在你心里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要听真话。
在我眼里啊，你就是诡计多端、心狠手辣的黄承思。当然，你也杀伐决断、恩怨分明，就跟我一样，既仗义又小气，既糊涂也聪明。我常跟尹章说，这世上的人就像是三娘做的一口酥一样，表面上看起来都差不多，可是里面有上千层，只有亲自尝过了，才知道里面是什么滋味儿。所以你为什么要管别人的看法？你是在安慰我吗？安慰是一种同情。你是英雄，不需要同情。我是英雄。我这种鹰犬爪牙、百姓口中的活阎罗，清流眼中的奸宦走狗，怎么在你这里变成英雄了？黄承思的名声是不好，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没看见你做过一件坏事。你要杀的人都是该杀之人，你破的案也是为国利民。于公，你得到了圣上的青木褒奖；于私，你帮过我那么多回。只要你不无端罗织、故设冤狱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英雄。鹰犬爪牙又如何？做国之鹰犬，民之爪牙，不比只会坐而论道的官儿更好？国之鹰犬，民之爪牙。宁倒学死，不太平生。谢谢你啊，为了宽慰我舌战莲花编出那么一大段来，有心了。哎，这样吧，为了感谢你呢，我把赌约再延期1个月。2个月之后，如果你这家店能回本的话，以后你做生意的事情我就再也不过问，好不好？你别在这装假好人了，我赵盼儿在江南也是鼎鼎大名的卖茶文君。你看着吧，1个月以内，你也得到我这儿来，乖乖排队。